斯德哥尔摩是瑞典的首都，同时是北欧地区最大的城市。它建在梅拉伦湖与波罗的海的交汇处，由14座岛屿组成，通过57座桥梁相连，这使得水域岛屿成为这座城市构成中非常核心的元素。这座城市历史悠久，最早在中世纪已有文献记载，1252年被提及为城镇，并随着瑞典的国家与王权集中逐渐成长。老城中有许多建筑和街道仍保留了16、17世纪的风格，中世纪街巷、彩色立面与皇家宫殿等都带有强烈的历史质感。同时，瑞典也被普遍认为是与中国关系最差的北欧国家，据说有85%的瑞典人讨厌中国，也是北欧国家中唯一没有获得中国免签资格的国家。那究竟旅行体验如何呢？这次的北欧之旅先去了丹麦的哥本哈根，然后从哥本哈根坐船去了挪威的奥斯陆，结束了奥斯陆的旅程。今天下午5点钟乘坐瑞典高铁于晚上10点20分抵达斯德哥尔摩中央车站。今天预定的酒店在市区中心，距离中央车站步行约9分钟，也是常看到大家会推荐的一家酒店。这酒店还挺大的房间，一进门这先是一个感觉像是办公桌了，像是一个办公室的那个前台的地方，然后还有电话，这是挺适合办公的。还有一个这个信息板，然后旁边是烧水壶，这地方终于有热水壶了，烧水壶、杯子、茶杯，底下有垃圾桶。这垃圾桶还是分类型的垃圾桶，分成3格了，不同的垃圾放不同的格。底下是冰箱，冰箱倒是空的，没什么东西。入口的这地方是衣架，小盒子还可以放点什么小东西。然后这是穿衣镜，挺大的一个镜子。这房间确实挺大的。这边是电视机，他们北欧这边的床都是这样，就是2个小床拼起来的这样子。浴室倒是挺亮堂的，房间很暗，浴室空间挺大的，然后旁边就是淋浴间。整体来说感觉还挺干净的。还行吧，不过这价格也是确实不便宜。4楼大厅这边还有一个乒乓球台，瑞典的传统强势项目，但这个网倒挺有意思的，还是皮质的，没看到有人在这儿打，这质感不错啊。这边有一些粥、豆子汤、鸡蛋，这边也是鸡蛋。还可以煎那个热的华夫饼。这边是各种麦片。还挺丰富的，一般常见的这些，它除了有一些肉丸啊、香肠、面包之外呢，它还有这种炒的，应该算是煎的一些蔬菜。我觉得这种比较符合我的口味。这种炒的蔬菜还是比较好吃的。
他们家的水果比昨天挪威的那个感觉好一些，有西瓜、橙子，然后它有哈密瓜，还有这种昨天也吃到，就是这种甜瓜，这叫什么？白兰瓜、甜瓜，很久没吃到这些东西了。水果看起来挺新鲜的。出门旅行时，为了保证上网安全，老宋一般都会使用 NordVPN， 并时刻保持 VPN 开启的状态。现在很多朋友经常会听到 VPN， 但其实可能有人还不太了解什么是真正的 VPN。简单来说， VPN 可以在你和网络之间多加一道保护层，加密你的流量，隐藏真实 IP， 让陌生的公用 WiFi 或者是你在国外想看的内容都能够安全自由的使用。尤其是使用 NordVPN 可以有以下3个非常明确的好处：第一，保护隐私，你的上网动作不会直接绑在真实 IP 上；第二，安全连线，在外面用银行或处理工作邮件时，多一道加密会更安心；第三，跨区内容，想看平时一直看的节目或是国外限定的应用程序， VPN 可以帮你突破区域的限制，浏览自己喜欢的内容。最后一点， NordVPN 用他们的 NordLynx 技术，主打在不牺牲安全的情况下提高连线速度，实际在出差或旅游时的使用体验非常顺畅。总的来说， NordVPN 把速度、稳定、安全3件事做得比较平衡，对于常出门或者是对隐私有顾虑的人比较省心。现在购买 NordVPN 不但有大幅优惠，还有3个月免费加赠，且提供30天退款保障。大家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专属链接，或输入折扣码老宋，立刻开始你的安全上网之旅。 NordVPN 实现网络安全每一天。斯德哥尔摩这边其实它中间有很多的小岛，然后现在从这个方向出了酒店，走过去一点就到一个叫圣灵岛的地方，然后再往前走呢就是斯德哥尔摩的老城。仔细看地图就会发现，斯德哥尔摩市区有诸多的小岛组成，这些小岛通过桥梁或轮渡船进行连接，而且也形成了斯德哥尔摩独特的港口或岸边的景色。就观光来说，最核心的就是斯德哥尔摩王宫所在的城岛，也是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区。这里不但有王宫、诺贝尔奖博物馆，也有很多独具风情的街道和店铺等，是游客必到的景区。另外比较有名的还有当代美术馆所在的船岛，以及瓦萨沉船博物馆所在的动物园岛。圣灵岛其实面积非常小，然后走过来，再过了桥之后，这边就是到斯德哥尔摩的老城了。斯德哥尔摩大教堂是老城区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建筑，也是瑞典砖砌哥特式建筑的重要代表。教堂最早可追溯到13世纪，几乎和斯德哥尔摩这座城市有着相同的年纪。内部仍保留着中世纪的廊式教堂格局与拱形的天花板，光线穿过彩窗洒下，分外的静谧。教堂内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前部左侧的圣乔治与龙的木雕，这件作品是北欧最大的木雕作品，雕刻技法华丽又细腻，是为纪念与丹麦战役的胜利而制作，其饱满的姿态和规模在教堂中极为抢眼。教堂也见证了许多王室的仪式与婚礼，既是宗教场所，也是瑞典政治与王室历史的舞台。
这边有一个大的广场。当然，瑞典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诺贝尔奖了，所以它这个广场地方有一个诺贝尔奖的博物馆，里面应该是主要介绍的获奖者的一些信息吧，历届的诺贝尔奖获奖的信息。斯德哥尔摩老城是城市的中世纪心脏，狭窄的石板小巷，保存完好的彩色立面与古老广场，走在其中，仿佛穿越回几个世纪前的北欧街区。整座老城有各种高低起伏的石板路，据说狭窄处仅90厘米。弯曲的道路和起伏的坡度也让行走中随处都能看到不同的风情和景象。街角有很多特色的小店和餐厅，适合走走逛逛，也不妨可以稍作休息。我觉得斯德哥尔摩就是因为它有了这个老城之后，整个城市就丰富多彩起来了。它会有这种上上下下起起伏伏的石板路，然后还有这种弯的街道、彩色的房子、街角的咖啡馆。所以总体来说，逛起来的话，觉得古老当中又有很多的风情。在斯德哥尔摩王宫前面，他们也有中午的这个卫兵的换岗仪式，很多人也会来看的。Ja, je kunt er vast heen gaan hoor. Ik denk dat het hier nog 5 tot 10 minuten duurt. Hooguit en dan lopen we met een meter en dan komen we eraan. Nee hoor. Nee, als je op laat. 在皇宫旁边呢，有一个小院子，里面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这个叫月光男孩。这个据说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景点，很多人都会来看一下它。真的是一个很小的，应该是铁的雕像吧。现在基本上大家都把它当成许愿池了。然后呢，据说摸一下它的这个头会带来好运，然后很多人会放这个硬币。斯德哥尔摩他们这边也是可以买这种通票的，直接下载 APP 之后，可以选择24小时，它没有48小时，刚好这次也是3天，所以就72小时的这个车票，在 APP 上买好之后呢 ，active 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可能划算一些，如果你要去各个地方的话。据说这家店的鱼汤还不错，然后中午刚好来这儿吃个饭。开始以为是那种清淡的鱼汤，结果还挺浓厚的。然后它里面除了鱼肉之外呢，还有一些蛤蜊啊、鱿鱼啊、虾，就感觉是海鲜汤，就有一点点酸辣汤，但是又少酸少辣的那种酸辣汤。但我觉得如果是亚洲人的话，绝对会喜欢，非常好喝。挺意外的，我觉得这个汤，我开始真的以为是那种清炖的鱼汤了，非常好喝，而且还有很多海鲜。然后它有沙拉和面包，就自己取，
免费的，自己拿面包，然后呢配这个汤。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不是特别饿的话呢，单纯配一个这个汤，我觉得完全就够了。这个汤呢是139瑞典克朗，所以换算下来的话呢，差不多100块吧。这碗汤100块人民币。因为开始不太确定这个汤的量的大小，然后呢还专门点了一个 fish and chips， 也是这家比较有名的。这个看起来也特别的很好吃的样子，而且是很大的一块鱼。很久没有吃到 fish and chips 了，我其实还挺喜欢吃这个东西的，而且是刚炸出来的。而且这个鱼汤啊真的很好喝，我特别推荐大家尝一下，颠覆了我的想象。我觉得午后的斯德哥尔摩大街真的很舒服，尤其是走在这种两边有高楼的路中间，太阳会被挡住，就特别的舒服，挺适合散步的。这个红色的砖墙应该就是他们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斯德哥尔摩市政厅是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也是瑞典建筑中最重要的作品。1911年动工，1923年建成。市政厅濒临梅拉伦湖，主体由800万块红砖砌成，右侧塔楼高106米，顶端是有3个镀金的皇冠，象征着瑞典、丹麦、挪威3国的合作。市政厅参观的话呢，要先买门票，一个人是150瑞典克朗。然后呢，它也是这种导览性质的，每半小时呢会有1场这个导览，然后一般就是英语，偶尔会有瑞典语的场，但没有其他语种。到市政厅参观不可以自由进入，必须要跟随导览团一起游览。导览员会用瑞典语或者是英语为游客介绍市政厅的内部结构和特点。最先进入的是被称作蓝厅的大宴会厅，厅堂虽然叫蓝厅，但是并非蓝色。最初设计稿里设计会涂蓝，但是后来设计师看到了红砖的质感，便放弃了涂成蓝色，但蓝厅的名字却保留了下来。自1930年代起，这里成为每年诺贝尔奖晚宴的用餐场所，当晚1000多位的宾客就在这里就坐用餐，再移步到黄金厅跳舞。哇，这个最后的金色大厅真的很漂亮啊！黄金厅是市政厅内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墙面附以数以千万计的金色小马赛克片，描绘了瑞典历史、神话以及象征城市的图像。北面墙上的梅拉伦湖的女王壁画是黄金厅内最为醒目的马赛克巨作。画面中一位端坐的女神形象为中心，她怀中托着斯德哥尔摩的城市轮廓，象征着湖中女王，直接呼应着城市被梅拉伦湖环抱的地理与诗意的称谓。而且上面是瑞典和美国的国旗，看起来像是什么政治大片的。
shipwreck in the dark, far from the harbor, far from the start. In a storm, I lost my sails, I lost all direction, got caught in the veil. 水36，加2块钱的瓶子的费用，然后33的冰淇淋，一共71瑞典克朗，就是50块人民币吧。住的这酒店其实离他们这边市中心的有一个叫塞格尔广场的地方还挺近的，走路下来大概就1分钟吧。然后这边真的天黑的比较晚，所以现在还没有日落。打算去附近，据说有一个看日落比较有名的地方，8点了，将近一整天，这个白天的时长真的会比较长一些。这条好像是他们当地的一条斯德哥尔摩的繁华的步行街吧，看起来。昨天晚上过来的时候也特别多人，现在也是很多人。然后他们的这个地铁站也离得挺近的，就在广场旁边。今天买了1日通票，就坐了1次巴士，挺不划算的。晚上再来坐地铁，回本儿。这一站果然是繁华区的站，所以人特别多。我觉得有点类似于上海的人民广场吧。哇，这个地方其实就已经很漂亮了，不用去什么观景台，就完全可以看到夕阳了。这个点景色真不错，很多人都会在这儿拍。刚好旁边还有这个夕阳。这地方真的不容易走，要顺着这个石板路一路爬坡。它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点。爬坡加上石板路真的挺难走的，这个算是一个比较高点的观景台吧。已经有些人在这儿了。今天天稍微有点阴，所以看不到特别美的夕阳，但其实也挺漂亮的。我觉得这地方就是因为它可以看到斯德哥尔摩城内的各大主要的景点，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可能被选为最佳的观景点，刚好也在水边，所以整个视野特别好。远处那个尖尖的，就是今天去过的市政厅的地方。
然后旁边的这个小岛呢，就是骑士岛。这里的视角常被称为观赏斯德哥尔摩天际线的最佳窗口，既能捕捉岛的湖光，也能一次性收进城市的历史与现代的层次感，是拍摄城市全景和感受斯德哥尔摩气质的绝佳位置。尤其是傍晚时分，可以看着夜幕下逐渐亮起的灯光，将整座城市点亮。今天的斯德哥尔摩有点阴天，温度其实还好，但是天气比较阴。斯德哥尔摩这边真的是有很多的小岛，对面这里是整个大的岛，好像叫动物园岛吧。然后在这个岛的入口的地方有一个博物馆，叫沉船博物馆，瓦萨沉船博物馆，也是斯德哥尔摩比较有名的一个景点了。港口边的风景真的很漂亮。这里有一个地图，可以看到这个岛还其实挺大的。现在只是到了最顶端的这个地方，刚从对面过桥过来。瑞典这边其实有特别多的博物馆，像左手边的这个是北欧博物馆，感觉好像没开吧。然后瓦萨的博物馆在前面。光这个小岛上，它就有好几个儿童博物馆、维京博物馆、什么北欧博物馆、沉船博物馆，一大堆，好几个博物馆。果然还是这个瓦萨沉船博物馆最有名、最有人气，这么多人在排队了已经。现在才10点多，因为据说这个博物馆它介绍的非常的形象，也很生动，所以很多的大人小孩都挺喜欢参观的。票价一个人是230，之前看到的是220，现在已经涨价了。230就是140人民币。哇，这个比想象的还要震撼一些，真的是非常大的一艘木船。然后据说这艘船呢，只行驶了1300米，建成之后只行驶了1300米，1公里多就沉了，所以它保存的非常完好。现在是德语场，然后等一下11点是英语。Stockholm was a small capital city of just 15,000 people when the great warship the Vasa was built almost 400 years ago. 瓦萨沉船博物馆自1990年正式对外开放，是专门用来展示17世纪瑞典战舰瓦萨号的相关历史、考古与科学保存的场所。瓦萨号的建造始于1625年，是在瑞典国王古斯塔夫2世的命令下进行的。当时瑞典正处于与波罗的海周边国家在军事与海权上的竞争，国王希望通过建造更加强大的战舰来提升瑞典在海上的威信与防御力。建造过程中，瓦萨被设计为双层的火炮甲板，并携带64门大炮，是当时瑞典海军中数量与火力都非常显著的战舰之一。瓦萨号于1628年8月10日正式首航，可是在离港不久后，就突然的一阵风使帆被吹起，船体向一侧倾斜，海水迅速进入船舱，最终导致船体失去平衡，最终在航行了1200米后倾覆沉没，地点就在斯德哥尔摩港口附近。船上人数约为150人，有约30到50人在这场事故中丧生。而这艘船的话，它有90%都是原来的材料复原的，这是在世界上唯一一个17世纪的造船能够这么完美的保存下来的。瓦萨号沉没后，长时间的埋在水下，因波罗的海的淡咸水性质、水温低、氧气较少等自然条件，对船体木材的腐朽速度产生抑制作用，使得大量船体的结构、雕刻、装饰以及船上的日常用品得以保存下来。这个当时的潜水服还挺大的，有点像现在的宇航服。这边有图片展示当时打捞的过程，也是挺不容易的呀。在那个年代的话，
博物馆的建筑设计非常独特，参观者可以从6个不同的楼层观看战舰，从龙骨到尾部的高大船楼，也能近距离地观看船首的雕刻、舷窗、桅杆等各部分的细节。它的展示呢是整个围绕着船一周，所以你可以环绕着这个船看它的各个角度的细节，然后它也可以不断的上楼，随着楼层越高，你可以俯瞰整个船。然后那边有7楼，从7楼的话就可以完整的俯瞰整个船。真的是所有的景点都得早点来，现在这排队的人已经特别长了。不过现在天气也放晴了，温度也上来了，很暖和。不能讲暖和，因为可能里面有点冷，所以外面正好这温度刚适合。在这个动物园岛上，它其实也有这个轮渡站的。这个轮渡在他们当地也算是这种公交系统，所以买了那个通票的话，也可以坐这个轮渡船的。这个轮渡港口旁边是一个游乐场，有很多过山车，大家的惊呼的声音，然后大家的大叫的声音。因为整座斯德哥尔摩是由很多岛组成的，而且有诸多的公交船的线路将其连接起来，所以如果买了城市交通的通票，也推荐大家可以找个附近的港口，坐上船，无论终点是哪，就全当是一次观光船的游览，在水上去感受和欣赏这座城市的风貌和景色。外面下起大暴雨，全部都冲进船舱里面了，雨下的特别大。这艘船也快到终点了，然后这边会路过一个比较大的港口。这艘游轮呢是斯德哥尔摩到芬兰的赫尔辛基之间的游轮，全程开过来不到1个小时吧，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这边轮渡就到港了，感觉挺荒凉的一个地方，周边也没什么，好像是工业设施比较多的一个地方。还想说周围看看有没有什么餐厅吃个午餐的。这样看来，感觉好像真的没什么可以选的。感觉很多人都没有下船，可能做一个来回吧，欣赏一下，在船上欣赏一下两岸的风光，就当游船来做了。其实从港口出来这边，对面就是地铁的地方。对面就是地铁站的地方，其实交通还挺方便的，可以直接坐地铁再回到市区。但是想说在这儿吃东西呢，但是周围看起来真的是没什么，坐这个回市区吧。
刚好还有3分钟，这个车就要开了。啊，车已经在这儿等着了。只要4站就回到市中心了，还挺近的，8分钟。又回到市区的这条步行街了，这条街上的人真的多啊。当然，两边确实有很多的这种店铺，可能买衣服、鞋啊什么的。这还有杰克琼斯，不知道国内还有没有这家店，好久没看到了。这边的这家商场底下的店就是网红的鱼汤店。因为昨天已经吃过了，所以今天就不想吃这个了。但是人真的挺多的，很多人都会来吃这家店的。然后这底下其实也是他们的一个菜市场一样的地方，有很多食材，奶酪啊、cheese 之类的，还有肉，各种肉，还有很多水果，还有中东的这些甜品。之前去埃及有看到很多这种东西，很甜啊！这个整个市场真的是各国美食都有，各国料理。尤其亚洲的很多，韩国、日本、越南都有，还有土耳其烤肉。那家人很多排队的就是网红的鱼汤店，很多人都会去那儿吃的。最后还是决定来吃一个越南吧，更舒服一些。越南粉儿、焗肉粉的话，那是160，然后法棍面包139，看起来品质还不错。也是吃到了120块一碗的越南粉。经本人深度的越南粉爱好者鉴定，这个粉还是挺正宗的口味。这家的味道做得相当不错。这市场还有卖拉布布的，不知道这拉布布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挺多的，各种颜色都有。现在很火啊，全球都很火。我发现每家店都有卖拉布布的，那边那2家店也有。这家卖球衣的也有拉布布，真的是每家都必须得放一点这个东西。拉布布125。小女孩想要买，小女孩成功买到一个拉布布。整个斯德哥尔摩的中心城区让人觉得特别的嘈杂，是这3个城市里面我觉得最不喜欢的。当然，我觉得可能斯德哥尔摩有更多的地方值得探索，但是可能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去到那么多比较精致的地方。就市区来说，我觉得真的挺乱的，就是一个比较杂乱的大城市的感觉。当然，这种认识也可能会比较片面，因为更多的活动区域都在这个部分。尤其是前面那条商业街，我觉得毫无特色，真的大家完全不用去逛那条商业街，没有任何特色，而且没有很多比较值得逛的店或者是品牌什么的。斯德哥尔摩市区的话，大家去老城逛逛就行了，然后呢，剩下的时间去周边的地方吧，我觉得可能会更舒适一些。总体来说，我觉得哥本哈根更精致，更让人觉得比较舒适。斯德哥尔摩因为是大城市，所以市中心的区域略显杂乱，人也相对较多，看起来移民的数量不少。另外查询了一下，瑞典收容的难民数量在北欧5国中是最多的，约有17万人，这也会间接影响到整体社会结构的发展和变化。
不过在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上，瑞典应该更强一些。大家如果来斯德哥尔摩玩，建议可以仅逛老城即可，然后尽量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周边自然环境更好的地方，欣赏北欧的建筑和自然美景。本来到广场下的超市买点东西，结果进来一看，竟然是亚洲超市，全都是亚洲的食品，而且特别的丰富。这边还有辣条，这边是卖27瑞典克朗，差不多也就20块人民币吧。各种食物，我觉得这家店真的非常的全啊，比在东京看到的中国中华物产店都要全，特别的丰富。你看，光泡菜就这么多，各种酱料也都很全，什么都有。还有国际知名大品牌老干妈，45一罐。这家真的有意思，什么都有，真的是什么都有，太全了。越南的泡面、泰国的泡面，然后台湾的泡面都有。维力炸酱面，看起来这个应该是比较有人气吧，卖了很多。还有印尼的炒面，哇，真的是什么都有。到瑞典吃不惯白人饭的话，就可以来这儿买点泡面解解馋吧。我觉得比中餐馆肯定要便宜很多，而且什么都有，真的什么都有。就在市中心的这个广场地下的超市里面。就我可能见识比较少吧，但是我觉得这家是我见到的最全的亚洲超市了，什么都有。校门口有学生在这跳舞啊。选了虾是140克朗，然后午餐时段的话，它会送一杯饮料，还有沙拉自取。